斗破第7集有哪些精彩看点？萧炎击败陆牧后，他已然成为了女学员们的梦中情人。自古美人爱英雄，萧炎不仅实力强横，还是一名优雅的炼药师。每次萧炎的现身，周遭都会伴随着一群花痴的激动呼喊，他的人气隐隐有比肩轩儿之势。萧炎比赛结束后不久，另一场瞩目的比赛拉开序幕。其中一位参赛者名为吴昊，他被认作外院最强者之一，与白山有过多处交手，难分胜负。只见那吴昊身穿皮质红甲，脸庞刚毅的线条英武不凡，犀利的双眸宛如捕食的猎鹰。他手持一把巨大的血色重剑，身上始终缭绕着一层淡淡的血雾，一看就是从死人堆中爬出的杀神。吴昊身上的那股戾气与杀意，萧炎生平罕见，更遑论对方还只是一位不到20岁的少年。正当萧炎认真审视吴昊时，身边若琳老师戏谑道：“告诉你一件头疼的事，这个吴昊也是轩儿的追求者。”闻言，萧炎表情复杂地望向了轩儿，露出一抹苦涩的笑容。片刻后，他轻叹了一口气，内心感叹道：“红颜祸水啊！”赛场上的吴昊身子笔挺地站立擂台，比赛还未开始，他的对手严成便已经冷汗直流，身体呈蜷缩防守姿态，像是承受着莫大的压力。不弃权吗？吴昊毫无表情地扫了一眼站在擂台另一端的严成，冷漠地吐出几个字。闻言，严成的脸色愈发难看。片刻后，他咬了咬牙，心一横，还是决定留在赛场。内院选拔的机会可不是什么时候都有，如果错过了，就又要等上1年。吴昊冰冷的脸庞看不出任何情绪波动。下一秒，他身形一闪，化作一道猩红的流光，朝着对手急袭而去。严成全神戒备，浑身斗气疯狂运转。一声清脆的撞击声响起，严成的武器被吴昊挑飞，甩出了擂台范围。而后吴昊手中血剑挥动，先前血剑的位置只留下一道残影。再次出现时，这柄巨大的血剑已经直指严成的咽喉。2招，漫不经心的2招，吴昊就击败了严成，一位5星斗师。还未等大家有所反应，裁判急忙喊停，打断了比赛，急匆匆宣告了比试的结果。他担心再晚个几秒，以吴昊的凶狠，那一剑随手挥下也不无可能。赢得比赛的吴昊脸上没有任何喜色，在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，他抬起手中的血剑，直指萧炎，厉声大喝：“萧炎，可敢下来与我一战？”萧炎心知对方是因为轩儿想要与他交手，面对扑面而来的战意，萧炎没有任何退缩，猛地站起身来，身体鼓荡，浩然斗气，一层青色斗气缭绕周身，宛如一层铠甲。2人相视而立，目光交接处似有闪电。你们2个给我安分点，这是选拔赛。剑拔弩张间，一道苍老而雄浑的声音响起，说话之人正是外院副院长虎钳。这道话语拥有不可阻挡的威严，让萧炎、吴昊身体皆是一颤，身上弥漫的斗气随之消散。瞧见偃旗息鼓的2人，看台上观众却是不约而同露出失望之色。他们可是非常期待这样一场龙争虎斗。这一段意外的插曲并未影响萧炎的心情。比赛过后，他与轩儿一起回到了若琳老师的阁楼。在这里，萧炎见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，萧妹。萧妹是萧炎的表妹，曾与萧炎关系非常亲密，经常在一起修炼打闹。在萧炎心中，萧妹的地位一度与轩儿相当。只是在他斗气消失的3年，萧妹却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。她不仅对萧炎表现得极为冷淡，故意避着对方，而且刻意向族人撇清他和萧炎之间的关系。这段经历宛如一道深不见底的裂谷，横挡在了2人面前，让萧炎与萧妹之间的情感再也回不到从前。再次相见，萧妹就像一位做错事的小女生，蹑手蹑脚地迎了上来，美眸中的目光躲闪着望向了地面，柔声柔语地喊了一句：“萧炎表哥。”萧炎礼貌地点了点头，没有刻意疏远，却也没有半点多余的热情。而后他径直离开了萧妹的身边。萧妹那张妩媚多情的俏脸拂过一抹幽怨，她只觉内心被烧红的银针狠狠扎入，说不出的绞痛。那股难以名状的懊悔让她的美眸噙上一层水雾。瞧见萧妹落寞的身影，薰儿同情地叹了口气。那2位曾经伤害萧炎的女人，纳兰嫣然与萧妹，如今她们都是后悔不及。只是以萧炎骄傲的性子，要想他再接受萧妹，是绝技不可能的。回到房间的萧炎开始盘坐修行，浓郁的斗气充斥着整个房间，强横的力量在他四肢百骸沉淀。2个小时后，萧炎缓缓睁开了双眼，满意地感受了一下身体状态。按照这个趋势，他10天内就能突破到6星大斗师。收敛好斗气后，萧炎拿出了萧家那块玉片，上面有一道微弱的光点，正是他父亲的生命印记。如若这抹光点消散，代表他父亲遭遇了不测。沉思之际，萧炎发现玉片上铭刻着一些微不可察的繁复纹理，只是注视片刻，竟是有种头晕目眩之感。看来这抹玉片
还隐藏着极为隐秘的秘密。许久未出现的药老突然现身而出，一出现，他就带来一个不好的消息：我没在迦南学院感受到异火的气息。按照药老的猜想，陨落星岩被某种神秘的封印掩盖了气息，而且位置并不在内院。如今之计，只有萧炎先去内院探索一番。交代完这些，药老再次钻入了那枚漆黑的那间。薰儿身边有斗皇强者潜伏，他不方便过多出现。听得药老的话语，萧炎握了握拳，愈发坚定了进入了内院的想法。第二日，赛场周围早已人声鼎沸，今天将是内院选拔赛最后的角逐，我要你今日尊严扫地。比赛还未开始，白山眼中就闪过一抹寒意，对着萧炎狠狠威胁。萧炎随意扫了一眼白山，直接忽视了对方，气得白山原地炸毛。出乎萧炎与薰儿意料的是，最后一场比赛的形式将会是一场混战。先前比赛获胜的50人全部聚会在一个广场角逐，越晚淘汰的人名次越高。薰儿，你在学院声望不小，就不能收拢点人来？比赛还未开始，萧炎想着依靠薰儿的影响力拉拢一些帮手，减轻他们的压力。薰儿闻言却是俏皮一笑，娇羞道：“以前的话，还真会有人来做护花使者，可如今都名花有主了，别人还来干嘛？”萧炎哑然，愣愣地望着薰儿绚烂的笑脸，只得无奈地点了点头。